让我们掌声欢迎电影《攀登者》的出品人，我们的任正仁董事长，欢迎您。还有我们本片的导演，同时也是编剧之一李仁港导演，欢迎。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各位优秀的演员，让我们欢迎吴京，欢迎张译，欢迎井柏然，欢迎王景春，欢迎何琳，欢迎陈荣，欢迎刘晓峰，欢迎屈尼次仁，欢迎拉旺罗布。有请我们各位台前幕后优秀的主创，在今天我们电影《攀登者》全球首映礼的现场，我希望我们的千人大厅能够把你们最最热情的掌声、欢呼声送给我们的攀登者们。大家好，有请我们的各位主创。谢谢他们为我们这部电影所带来的精彩的故事。大家觉得我们的电影《攀登者》好看吗？燃不燃？今天呢，大家看到我们的主创呢，手上也拿着我们鲜红的5星红旗。今天在每个座位上，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面我们祖国的5星红旗。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首先我觉得应该必须用镜头记录下来。这样，有请我们的各位主创，在和我们大家交流之前，我们先背对着大家，全场挥动我们的5星红旗，共同来拍一张照片，拍一段视频，好不好？好，我们先正好来跟大家拍一个我们的官方的拍摄，我们的视频老师来，我们的摄影师。当然，我们还有一句口号，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一会儿拍照的时候，我们一起喊我们的口号：我们都是攀登者，我们都是追梦人，好不好？好，最大的声音，最大的声音啊！好，我们挥动着我们的5星红旗。好，来看着我们的镜头，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3、2、1。攀登者，我们都是追梦人。哇！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各位主创回到我们的舞台上，谢谢我们的各位媒体朋友了，谢谢。好，我是攀登者吴京。好，来，张译老师。大家好，我是攀登者张译。大家好，我是攀登者井柏然。欢迎，来，大家好，我是攀登者王景春。好，来，何琳老师。大家好，我是攀登者何琳。来，小峰老师。大家好，我是攀登者上影的演员刘晓峰。好，欢迎小峰老师。大家好，我是攀登者曲尼次仁，谢谢。欢迎。大家好，我是攀登者拉旺罗布，欢迎罗布老师。大家好，我是攀登者陈龙。谢谢大家送给我们所有台前幕后的艺术家们的掌声和欢呼声。当然，其实这一部电影讲述的是攀登者的故事，我们想传达给每一个人攀登者的精神，我相信大家通过这部电影也已经感受到了。其实对于我们的各位表演艺术家来说，我们的拍一部好的电影，打造一个经典的形象，一个角色，就是他们需要攀登的高峰。当然，今天我们在现场也特别高兴地请到了全国各行各业的攀登者，他们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创造着一个又一个高峰，打造着一个又一个中国高度。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全国劳模、全国先进工作者以及全国5·1劳动奖章获奖者的代表，也请他们起立和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好吗？欢迎。欢迎你们为我们的新中国一直创造着佳绩，谢谢。
面对着这样的一群人，我想请我们的吴京大哥能不能代表我们的剧组来表达我们攀登者送给这些代表们的一份敬意，好吗？有什么话想对这些劳模们说的？我刚刚看完这个第一次这么正式的看，虽然眼前不停地在过人，每次想哭的时候，总有人在挡着我，不让我看见我哭。但是我还是为剧中的方五洲这个角色在感动。每一个人都是攀登者，每一个攀登者都是追梦人，每一个人都有心中的那个8680米。我相信，在前面的那些劳动模范们，你们是凭着自己最大的毅力、最大的坚持，战胜了你们心中的那个8680米，成功的踏上了你们的山顶，继续去享受山顶的那片美好，继续去追寻下一个山峰。感谢你们，感谢你们为这个国家做的贡献，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请各位就坐好吗？谢谢，请坐。接下来你的壮举感动了我们，也是我们整个一个攀登者的主创人员。每部戏都有每部戏困难吧。这部戏当然它很多现实状况，比如说天气很冷的时候啊，下大雪，反正肯定是很多比较危险的事情。但是在我来讲呢，就我们多。然后我特别想借这个机会，我首先多谢我旁边这个老板，这个上影的一个非常有视野的、有胆量的一个投资方。然后呢，他给我这个机会。还有我特别要谢谢我2位监制徐克先生跟陈佩珊小姐。陈佩珊小姐每天她坐轮椅，每天零下20度，从早晨坐到晚上，帮我管理后面所有一大堆的复杂的问题，让我顺利的去拍。然后特别谢谢我自己20多年的一个香港一个团体，要没有他们，我是拍不了这个戏的。那最后谢谢你们喜欢这个戏，谢谢。谢谢。其实导演的这一番话并没有说太多的困难，反而更多的是感谢。就像我们的电影当中的，不可能一个人登顶珠峰，是需要一个团队的。感谢我们整个台前幕后的每一个工作者对于我们攀登者的付出。接下来呢，咱们聊一聊我们的大家非常熟悉的吴京大哥。这一次呢，在里面能够看到我们吴京大哥依然是那么卖力的表演。更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是，这次看到吴京大哥有一些感情戏，还有很多的文戏在里边。这一次我哪次没文戏啊？我哪次没感情戏啊？这次看到您人说吻戏。对，谢谢一哥，谢谢。还有很多的画面让我们流泪了。所以说这次的表演，这次的角色的塑造肯定和您之前的一些角色有不一样。能不能分享这次创作的感受？其实我每一次的角色都不一样。上一次是在水里打了3分半，再上一次是那个在太空里开宇宙飞船开了几十年，然后这次又登山了。其实挺好玩的。电影是一个梦想，它可以让你完成你在梦中所有想完成的一切。我爱这个职业。这次最高兴的是，我可以用我的专业去诠释另外一个职业，而且今天看到大家的掌声，听到大家的掌声，看到大家对我们的认可，我是非常的高兴。那这部戏其实我真的是我的收获非常的多。首先真的是觉得上海电影制片厂是真的是非常有魄力。一个在中国类型片的世界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题材，任总大踏步的踏出了这一步，以一个炮灰的心态杀出了一条血路。然后也佩服李院长导演，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之下，拼了命的每天像被打了鸡血一样，药品都是空运来的，每天都在撑着。还有我们的队友们，每天大家忍受着风、寒、雪、雨，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之下，还在为了自己心中的那座山在攀登着。
我由衷的感到交到这么一帮好朋友，我感到特别特别的高兴。但是更要感谢和更要记得的是，我觉得我们作为现代的年轻人，我们这一代的攀登者，更要记得以前那些为祖国流过血、拼过命的英雄们的他们的故事。他那些不仅是历史，也是我们前进的航标。如果没有那些老前辈们，他们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那中国的组团就是岌岌可危。那没有他们的默默的登顶，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中国高度。所以我们也是借这个机会，向我们的所有的登山的前辈们致敬，感谢他们曾经默默的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了那么多的贡献。所以这次我觉得我收获是特别大，我觉得内心我的成长是特别大。当然了，刚才大家又觉得我的演技还不错，我觉得这可能是，谢谢，这可能是鼓起来。同台可以跟影帝、影后们同台标记，对吧？我也没输，然后呢，感觉还不错。我内心还是觉得，谢谢，还是觉得小有成就的。再接再厉吧，继续。我们的电影还是刚好，明天才开始点映，9月30号就要真正我们要开始冲顶了。现在我们也来到了8680米。我希望我们所有的演员也继续努力，也借着各位的人气，能够帮我们完成9月30号的冲顶。谢谢你们，谢谢金哥啊。那当然呢，这一次啊，我们也看到了张译老师在我们这个影片当中感情特别丰沛的那一面，也看到了他非常魔鬼不近人情的那一面啊。很多朋友看完我们这部电影都会称呼他这个角色是魔鬼教练，特别是景宝的粉丝也特别心疼景宝，对，把我们景宝人虐得够呛啊。所以说，玉哥，这一部影片给您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拍摄的感受？借着您这个话题讲，就是人生的反差总是特别有趣。如果一个毒舌教练，你刚才用的是什么？魔鬼教练。魔鬼教练。如果有一个魔鬼教练，他背后老有一个特别爱絮叨的婆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那这婆婆您指的是谁呢？魔鬼的教练是在银幕上你们看到的啊。魔鬼的教练背后絮叨的婆婆是在拍摄现场的，这人就在我旁边站着，就每天不停地跟你絮絮叨叨，天天给你烦的呀，就你这耳朵都不带清净的。他一会儿告诉你说，哎，张毅，你那威亚绳系好了吗？一会儿跟你说你那鞋带是不是开了？一会儿说你那个冰镐如果这么杵着，你手肯定折了，就没完没了。就是我真的觉得，他比我妈还絮叨。你叫我。我叫完你敢答应啊？嗨！然后终于有一天，这个剧组安静了，世界都安静了。我说他哪儿去了？说他上医院去了，他受伤了，他那个腿直接就伤掉了，站不起来了。那天真的好安静，安静之后，我忽然有一点点不踏实，我不知道我的背后还有没有人在撑着我。不是你啊，问题是。你要在片场多好啊！对，9月30号开战之前的第一枪，在上海打响，攀登者拜托上海了。谢谢张毅老师。其实啊，这一次我们的攀登者对外公布阵容之后，吴京大哥、张毅大哥两个人的名字就特别的吸引眼球，大家都会说哇，战狼队长加蛟龙队长。对吧？这个就很厉害，所以说两位这次合作是不是对彼此又有了一些特别深的一些了解？金哥，之前两位就很熟嘛，这一次合作，我相信两位队长之前我们俩是仇，很熟悉啊。对，这一次两位的合作是不是彼此更加深刻的了解一下？能不能跟我们也简单分享一下这次两位所结下的这个兄弟情？怎么说呢？我真的是在这个戏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收获。虽然他说我絮叨，他一直也在夸我。这戏里面我没有想到，以前我们俩可能在大家的荧幕上可能或者说各自的公司之间觉得我们应该是竞争的对手。
都是同类型的电影，我们俩应该打。可是打到后面呢，当我们打到同一个剧组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们是那么的相同。张译曾经在我们的某部队、某非常著名的军队里面，其实他是侦察连的指导员。我呢又是在军营向往的军营，在军营待了特种部队待了18个月。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气质是相通的。没有想到在现场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那种高手过招、畅快淋漓的那种感觉，特别的感觉舒服。大家看到我们俩在步话机前争吵那场戏，其实那个是已经我们完成了既定的剧本，然后导演不喊咔，导演就让我们继续演下去。那些现在用的那些对白都是没有现场我们没有设计过的，都是带着自己的角色，带着对角色的理解去发生的。所以最骄傲的事情就是我跟张译两个人之间，我们竟然挑战了一次导演，就是导演你不喊咔，我们就继续演下去。因为终于我们赢了，我们俩把导演的摄影机的内存卡给演没了。因为导演听不太懂国语，所以他也不好意思喊停。不知道两位说什么？我觉得听我们金哥跟玉哥这样的一个分享，我觉得我们的观众是幸福的，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好的角色之间碰撞出的火花。其实这一次啊，有很多朋友看完我们的《攀登者》之后，都觉得我们井柏然这一次表现得非常的出色。之前的一些大荧幕上的角色跟他这次有很多的不一样，但是我们通过戏里的戏份，吕国良那个戏份，也能感受到景宝在背后所付出那份辛苦。景宝能不能跟我们分享拍摄这部戏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困难吗？其实今天也是我第一次通过大荧幕看全片，然后我自己也非常激动。其实坐底下的时候，我今天也可以想说一说上海。对，坐底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因为其实在11年前我正是从上海出发的，作为一个选秀的小艺人，这么多年从歌手到演员，所以在底下你说我自己的攀登精神，就是这么多年不同的尝试、挑战，一步一步，今天我可以跟这么好的演员哥哥姐姐、前辈们一起合作，所以我觉得很幸福，然后也感谢自己这么多年的坚持，然后我也希望就是所有的年轻人也都一样，只要有梦想吧，我觉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听得出来，景宝决定加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可能就跟之前那些影视剧的作品入组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最开始的感觉就是不同的，就是非常特别。对不起，然后我也特别想谢谢导演，对，谢谢导演可以把这个角色交给我，对，也谢谢任总，谢谢摄影集团，谢谢。谢谢。其实啊，在整个的登山队当中啊，我也特别，因为我已经看完了，我也挺心疼我身边的龙哥的，因为别人啊都是这个器材背在身上，他永远比别人多一样东西哈，就是我们的这个要丈量我们珠峰最新高度的那样的一个工具箱。所以说，也请我们的龙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登顶的感受，拍摄的感受。作为演员，我觉得能参加这部戏的拍摄，能跟这么好的团队、这么好的导演，能合作，我觉得就已经很幸运了。那在剧中又担任了一个测量中国高度的这么一个人的一个角色，是，所有的拍摄，所有的辛苦，我觉得都是团队的努力，离不开团队每一个人。我只是觉得自己能够参与其中，感到很开心。而且，掌声送给我们的龙哥啊！而且他还有自己最艰巨的那个任务，一定要完成，坚信要量出我们属于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其实啊，一个登山队除了我们的队员之外，也离不开我们的领导。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我们的景春大哥还有小峰老师来聊一聊。两位啊，在我们影片当中分别饰演着60年登山队的老队长。另外一个就是75队登山队的政委、前线总指挥哈，想请两位老师来分享一下你们认为自己的角色在这部影片当中，在整个登山队当中起到了什么样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先从
老同志先请。好，60年的老登山队长小方老师，您先说。不是，我已经上墙了，你还活着，你先说呀。你说完了我再说。大家好，我是上音演员剧团的演员王锦春。从戏剧学，那是地久天长。地久天长。那个从戏剧学院毕业以后，分到山影厂，今年整整20年了。厂里的任务，我接受是义无反顾的，也非常高兴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集体。我跟任港导演是第2次合作，我觉得我的命还挺好的，我跟这么多优秀的演员在一起合作，还是那句话，人生不息，攀登不止，希望大家多支持我们电影，谢谢。好，谢谢。来，小峰老师。大家好，我是上影剧团的演员刘晓峰。谢谢。我站在这里特别诧异，因为我左思右想，我觉得我今天来是一个观众，但我很有幸，我站在了这个团队里，因为我进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听到了雪崩，然后再坐下来观赏整部戏的时候，就看到几次我在照片里的形象。对，戏实在是太多了，很可惜，但我感到很光荣，参加这样的一部戏，作为一名上影人，我感到非常的自豪。电影是中国的高度，希望9月30号以后，我们上海人能够把它推到国际的高度，那就是支持我们攀登者。谢谢。谢谢。其实啊，在我们的整个登山队当中，还有一道特别不一样的亮丽的风景线，就是我们的何莲老师，还有我们的屈尼次人。其实，在整个登山队当中，我们的女性起到了一些至关重要、无可代替的一些位置以及作用。想听一听2位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怎么理解女性在攀登者当中的存在。很重要啊！我也是上影演员剧团的演员何琳，谢谢。我在剧中，我在这个电影中扮演的是医疗组的组长赵红，那这个医疗组组长也是很厉害的，因为他们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要经过我的同意以后，他们才可以去爬山，要不然他们就只能回家了。所以我很重要。生活中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攀登梦。那演员这个职业，我觉得特别的幸福，可以圆很多个攀登梦，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会更加热爱自己的职业。谢谢。谢谢何琳老师。黑牡丹这个角色呢，是1975年是在世界上唯一一个登顶的女性。那么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可以演一个这样的角色，然后跟这么多很好的前辈的演员跟大家一起合作，我觉得无时无刻都在感恩，然后跟大家一起合作的时候如梦如幻这样子，对，所以以后的路我会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就像攀登一样，对，我不会放弃，然后一定会做得更好，演得更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除此之外，我觉得9月30大家一定要支持我们的电影《攀登者》。谢谢，这地雷。谢谢屈次人。其实呢，我觉得整部电影当中让我们大家感动的那份感情有很多条线，但是有一个感情让我们特别的，怎么说呢？心里有点不舒服，就是我们三位男生组成的这个大三峡组合，因为我们的罗布老师、毅哥还有金哥3个人的兄弟之情。听说好像我们的罗布老师拍摄《攀登者》的时候腿也有受伤，我相信您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来分享一下您拍摄这部影片给您带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大家好，我是西藏话剧团的演员拉旺罗布。谢谢。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攀登者》的拍摄。这次呢，我要感谢上影集团还有我们的导演，给了我这么好的一次机会，让我来扮演登山3大侠的其中一个藏族登山运动员杰布。拍摄过程当中，是我的腿受伤了，我的腿折了。
当时呢，我第一想到的就是我后面的戏没拍完，我就是想到的是非常的遗憾，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的戏还没拍完，我的腿受伤了，我现在动不了了，怎么办？但是我们的导演还有我们的主创团队的各位演员们对我的关心，感觉到回到家的感觉，非常的温暖。所以呢，我要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和导演，谢谢大家。谢谢，也感谢您为这部电影、为这个角色的付出。其实呢，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的电影《攀登者》呢，为我们大家讲述的是我们中国登山队2次登顶珠峰的真实的历史事件所改编的。当然，就要有我们的前人、我们的前辈去创造这样的一段历史。所以说，今天呢，在我们的《攀登者全球》首映礼的现场，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3位前辈。我觉得大家应该把热烈的掌声也送给他们，让他们来到我们的舞台上。让我们欢迎曾经在1960年成功登顶珠峰，实现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壮举的中国登山队员屈银华的女儿屈红女士，以及在1975年登顶珠峰的攀登英雄桑珠前辈和他的队友夏伯渝前辈。谢谢，谢谢大家，把致敬的掌声送给3位前辈。刚才呢，我们的3位前辈也和我们大家一起观看了我们的电影《攀登者》。此时此刻，特别想听一听3位有什么话想和大家来分享。好，我们的桑珠前辈。各位媒体的朋友们，还有那么多的观众，首先呢，作为我是一个老登山运动员，你们也可能看到今天那个75年登顶的，这里面有我，谢谢，有我。第二呢，我感谢这个所有的这个咱们的演员，像咱们的著名的演员吴京，还有章子，是吧？还有张译，等等所有的，还有我们的著名的导演，所以呢，他们呢就拍了这个电影。作为一个老队员讲的话呢，这是对我的荣耀，也是对我一个对人生当中最看到的一部电影，所以呢，这个就可以说我的梦想实现了，所以我特别激动，谢谢，谢谢。然后呢，我感谢这个上映集团，把有魄力的这种胆论去拍这个攀登者，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到我已经看到了这个，也实现了我们中国登山界就看到了那么好的一个电影。感谢我们上映集团的或其他的这个演员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或诚挚的谢意，谢谢。谢谢。来，夏老。我是夏伯渝，我谢谢。我第一次和桑珠老师攀登珠峰75年，后来我攀登过5次，在去年的时候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但是这5次中，我最难忘的还是1975年的那次攀登。我们把就是享誉世界的中国梯背了上去，是1300多人。33年啊，就08年算起，有1300多人从这个梯子上完成了他们的攀登梦想，所以我感到非常的自豪，感到非常的骄傲。谢谢大家，谢谢。
各位晚上好，我是60年登顶珠峰的3人之一屈云华的女儿。喂。各位好，我是1960年登顶珠峰的3个人之一屈云华的女儿。我今天来呢是代表他们老哥仨。王富洲、屈云华公布我们的子女来观看这部电影，很激动，感谢上影集团，感谢各位演职人员，能把这个演出这么一部有力量的电影。那个60年登山呢，它是有一定政治意义的登山。当年是咱们跟尼泊尔划边界的时候，尼泊尔呢就说，珠峰是他们的。然后你们中国人从来没有自己从你们国家的北坡登上去过，怎么能它是你们中国的呢？所以我父亲他们当年3位呢，在这个里边，包括张译演的那个，把鞋都脱了，赤脚，搭人梯上搭第2台阶儿，这个呢就是诠释了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精神，一定要登上去。现在珠峰的主权，一半的主权就是我们中国的。所以这部电影也说我们为国而登山，为领土而登山，很感激大家，也希望大家喜欢这部电影，谢谢。谢谢3位前辈。当然，其实呢，刚才我们的夏伯渝夏老啊，跟大家分享了观看完这部电影之后的感受。我也想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夏老的故事。他刚才也说了，他5次向珠穆朗玛峰发起了冲击。但是在去年5月14号，他是第1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顶峰，因为在1975年的时候，他在差一点吧就登顶的时候，天气非常的恶劣，他在下山的时候撤退的时候，把自己的保暖的设备给了自己的一位战友，但是那一夜暴风雪过后，我们的夏老失去了他的双腿。他去年登顶，是成为了我们国家第1个双腿假肢登顶珠穆朗玛峰的第1人。而且夏老的生日和我们伟大的祖国同龄，今年也70岁。谢谢，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些英雄感染着我们每一代的中国登山队员，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当然呢，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也有很多我们的第一批观众，我们也特别想听一听大家看完我们电影《攀登者》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我们看看话筒传到哪儿了，谁能跟我们来分享？来。好像15排是有个特别的朋友，在哪儿？来，把话筒交给他。对。非常感谢今天在座的主创。您可以大点声，您可以大点声说。喂。非常感谢今天在座的主创，我到现在可以说一睛眼睛很湿润。我特别是对吴京的表演，我是吴京的粉丝。我呀，谢谢您，谢谢。而且不仅我是您的粉丝，我们家2代都是您的粉丝。2代人都是您的粉丝。对。你好。外甥和女儿都是您的粉丝，还有姐姐。我想问一下吴京，您现在身体好一点了吗？我看了很心痛。谢谢您的关心。好多了。其实我在拍戏的时候，之前临危受命，然后任总找到了我，我说我这个腿受伤了，还没好全，这个怎么办呢？他说你放心，我保证你不会受伤。我说我都保证不了，你怎么能保证得了呢？结果其实大家可能在戏里面看到，比如说我跟章子怡，我们2个人在铁道上走的时候。我是一腿粗一腿细，里面是有个夹板儿，然后一些还好吧，
就觉得无论怎么样受什么伤，看到今天被大家承认的这种肯定，我还是蛮高兴的。演员受伤在所难免，以后尽量少受伤。谢谢您的关心，谢谢。谢谢。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拍完这部影片以后，因为我是对西藏这个风景我一直想去，但是听很多人说那边高压呀，一直不敢去。所以看了您的片子，我打算明年一定要到珠峰那个脚下去看看。哎呦，那您可得小心。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您拍过这个片子以后，因为攀登者是什么克服了您身上带伤，还能超越这个当前的困难，超越一切？是什么支撑着您把这部戏完成？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着您？董存瑞炸碉堡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吧？我觉得可能就是本性的一种使然，骨子里的一腔热血和对生命的倔强吧。在吴京的字典里没有半途而废这两个字，如果要做就做好，要不然就别做。谢谢。人不光要有享受成功的这种胸怀，还要有承担失败的勇气。当你把自己的定位定到很高的时候，你就为你的向往、为你的山顶去冲刺的时候，你就不会想那么多。我就一直就觉得，不要说我有进步，还是应该的，因为我的底线高于某些人的理想，就一定能成功。哦，谢谢谢谢。还有我还想说得太好了。还想问一个问题，吴京。那个可能是这个麦，我可能是我这耳朵被炸的，有点听不这样，那个我们也听听别人的看完我们这部电影的感受，我再问一个问题，吴京，我想问一下，您作为一个父亲，因为我也是有女儿有外甥，我想对年轻的一代，您觉得他们看完《攀登者》，或者您跟他们提一些哪些期望的？看起来我儿子很小，5岁。我说我自己吧，我就希望我儿子25岁之前，把我会的这点东西，比如说登山啊、潜水啊、飞机啊、骑马呀、武术啊、野外生存呐、这些东西都学会了，然后就随便去挥洒就好了。世界永远会是年轻人的，我们该撤的时候就撤了。好，谢谢这位金哥，这个叫妈妈粉儿，这妈妈粉儿，对，全家都在了哈，这是我们吴京大哥的妈妈粉儿。今天也来了很多的大家非常熟悉，也是我们主创的好朋友，好像我们的世界拳王邹市明大哥也在我们的现场，咱把话筒也给我们的拳王听一听他看完这部电影之后的感受，好吗？首先，非常含着激动看完整部影片，而且我大点声，把那个话筒。而且我耳朵炸的有点不行。好，金哥，你说的我一定办到。很感谢我们的团队、我们的演员、我们的导演，然后在这么艰苦的环境，拍出这么一部震撼人心、为我们中国打气的一部好电影。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座山，我们每个人都是攀登者。当然，登上顶峰的可能只是少数人，但是我们全中国人民都作为一个梯子，让能攀上去的人，让他们能踩到我们肩膀上，站在世界最高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胜利的时候。我们感谢我们的演员、我们的导演、我们的摄制工作人员，把我们这么平平凡凡每一步登上最高山峰的这一些历程把它拍出来。我相信我们是感恩的，我们感谢这些默默在走上山上的这些梯子，也就是我们每一位甚至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感谢来这地方
受到了一定的洗礼。我从小是一名航天人，我的父母都是在航天的工作中，一步步一个平凡的工作人员，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航天事业一步步走向最高峰。所以说我满怀的感恩看的这部激动人心的影片，我也相信我一定会当好这个梯子，我也努力要登上我人生的最高峰。谢谢，谢谢佘总，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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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王。邹志明大哥，您把话筒交给您身边，应该是小婷在对吧？我们的九球天后潘晓婷。大家好，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观影。让我特别感慨和感动的就是，成功没有捷径，也没有侥幸。通往成功的道路会付出很多的艰辛努力，但当我们作为运动员站在最高领奖台，看到国旗升起、奏国歌的时候，觉得这些努力和付出都值得。在这里，我向台上的主创团队致敬，向攀登英雄致敬，也希望大家9月30号一定要来影院，感受体育精神带给大家的正能量。谢谢。谢谢，也感谢我们优秀的运动员为我们祖国所争取的那份荣誉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听一听我们的2位劳模代表，好不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有请我们的陶一佳、张永明，来2位跟我们来分享看完电影之后的感受，好吗？大家好，我是来自第一药商店的陶一佳，今天非常高兴的来参加《攀登者》这样一个首映式，也是很少来参加的，所以觉得今天是非常的荣幸，总工会安排我们来。那么看了这个影片以后呢，至始至终我就一直是感到很紧张，而且心情就在想接下来怎么样？哎呦，好像很危险的动作，都是心里边很担心的。但是看到那么多的我们登山运动员，他们有那样的坚强的毅力，能够攀登到珠穆朗玛峰的峰顶，当他们举起那个红旗在上面高高飘扬的时候，我们坐在底下的心情也都是一样的，就感觉到始终把国家的荣誉那个高于一切。他们有着浓厚的那个家庭情怀，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情怀。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不是运动员，但是我们是一个商业工作者。我想我们商业工作者也要努力的攀登，也要做好我们的服务工作。回去以后呢，我们会向我们所有的员工进行宣传，要求大家都来努力的，大家来观看这篇影片，同时把我的观后感给大家说一说，向我们的徒弟们，向我们的员工们，希望大家能够多来看这篇攀登者的影片。谢谢。好，谢谢您。来啊，大家好，我叫张永明。首先是震撼，看了这个片子，它的视觉效果以及我们演员们所付出的精心的努力，感到非常的震撼，这是一个感觉。第二个是感动，我们的攀登者为了祖国的荣誉，他们在过程当中，大家不怕牺牲，我们是团结协作，不达目的永不言败的这样一种精神让我感动。那么我想我们的国家正变得越来越强大，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不少的困难和问题需要大家去解决。所以我想我们全中国人民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每个人都来做攀登者，每个人都是追梦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谢谢大家。好的，谢谢我们劳模们的分享，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的支持。确实呢，时间可能比较有限，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聆听每一个观众朋友对于我们这部电影的一些
感受。当然，我们也希望啊，我们大家能够把您的观影感受，用您最大的方式、最广阔的平台传播出去，让每一个中国的观众都能够看到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攀登精神。让我们把掌声、欢呼声再次送给我们所有的台前幕后的主创，感谢你们带来这样的一部优秀的影片，谢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收一下我们主创们的话筒，咱们拍几张合影，好吗？我们就用几张照片记录下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个盛况。好，两位是吗？哎，我们集中一下可以吗？好，来，现场的朋友也用您的手机、相机，我们记录下这样的一个画面，也拜托大家帮我们来发微博、朋友圈，然后呢，用您最大的方式、最大的力量来帮我们来多多宣传一下我们这一部影片。好，看一下中间。好的，接下来呢，也让我们请上我们上影集团的副总裁，也是我们本片的总策划徐春平女士，还有我们这部影片的总策划汪天云先生，以及我们电影攀登者联合出品方，我们每个出品方派一位代表上台，我们一起来合影留念，好吗？来，有请我们的领导，还有我们的出品方的代表，来，我们抓紧时间上台，我们合影留念，来，我们抓紧时间。好的，来，有请我们的联合出品方的单位的领导，每家单位我们出一位代表，我们上台来合影。大家抓紧时间，还有吗？来，我们抓紧时间。好的，当然呢，我们这一部影片呢将会在明天的下午3点到4点，在我们的全国的影院正式开启我们的全国超前点映。同时，我们的影片将会在9月30号国庆档正式的登陆我们的各大院线，并且于北美和英国同步上映。现在呢，我们也开启了我们史上最高海拔的全国预售，大家呢也可以推荐给你身边更多的朋友，提前买票来锁定最好的场次、最好的座位来看我们的攀登者。也拜托大家一定带着我们电影的话题，我们的攀登者首映，今天发我们的微博，写一写影评，打一打分儿。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各位主创。好的，谢谢大家，谢谢。那我们哪边走？这边走是吧？好，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各位主创，我们从我们的右边离开我们的现场就可以了。谢谢，再次感谢大家，我们挥挥手，电影院攀登者不见不散，谢谢。